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23日啊！今日睇新聞咧，就見到香港一個前高官啦，孫明揚先生咧就係撒手塵寰，終年咧就係80歲啊！咁啊，孫明揚局長咧就係喺港英時期以及回歸初年咧就做過好多個咧政策局嘅局長嘅啊！咁啊，佢都係即係資深嘅一個政務官啦。咁佢咧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咧，當然就係孫九招。孫九招咧就喺2002年嘅時候，當時咧佢時任呢個嘅房屋及規劃局局長，提出咗9招嘅政策，去抑止香港嘅樓價，壓止咧香港樓價暴跌，係希望香港樓價唔好繼續暴跌。點解咧？我哋話提出咗政策壓止樓價升就有啫。咁啊，提出樓政策咧，令到樓價唔好繼續跌咧，喺香港史上咧都係極少發生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孫九招。咁呢個係一個教科書啦，教科書上嘅一個材料嚟嘅，就可以同大家解釋下，即係點樣去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政府咧，就咁樣。咁因為我最近就睇翻黃子華嘅棟篤笑啦，其中咧就睇到武炭用啊，武炭用咧就有一段咧好經典嘅，就講2002年啊，當時香港嘅樓價比起97、96年嘅高位係幾多折啊？黃子華就話係4折即係咧97年咧就用1000萬買個單位02年咧就400萬買到啦咁即係呢個4折好啊，即係好彩喎，因為03年沙士咧樓價再跌得深喎，咁當然啦，香港嘅樓價咧就喺05、06年開始咧就報復式反彈一直咧就升到去2021年啦咁啊香港嘅樓價一直咧升，中間當然係有少少跌過嘅，就係曾經喺呢個嘅即係呢個美債啦、歐債危機啦嘅時候咧，雷曼兄弟啦跌過好短時期，但係大部分都係升嘅，由05、06年開始升到21年。咁啊，香港嗰幾年咧樓價就暴跌，因為香港自從6·7暴動以後咧又係升啦，一直係升啦，升到去呢個嘅97年。咁但係97年開始就下跌啦，4折。咁點解呢？咁啊，董建華嘅85000咧就係成為咗代罪羔羊啊！所有人咧都認為係同董建華有關。而董建華喺佢第一份施政報告上邊咧，就提出咧香港嘅建屋咧就要有個目標，個目標就係要85000啦，每年有85000個單位，咁啊包括有居屋啦，加大興建居屋啦，仲有當時推出咗夾心階層，即係我哋嗰陣時屋企人咧都有買夾心階層，但係咧最後都係冇上到會啊，因為即係屋企經濟環境係急轉直下啊嘛，所以就撻咗訂。咁啊好彩都撻咗訂嘅，如果唔係咧就變成負資產噶啦。咁啊夾心階層啦，仲有呢個嘅公屋，將公屋出售喎，除咗加大興建公屋之外咧，仲將公屋出售。咁英國都有將 Council House 出售嘅，我見到。咁但係咧將公屋出售咧，嗰個弊端咧就顯然易見嘅，就係因為咧公屋原本嘅設計原意咧就係俾啲有需要嘅人咧去住，即係貧民啦、新移民啦，或者係呢個嘅單親家庭啊，好多或者長者啊，冇工作能力、冇收入嘅人住。咁但係咧，你將個公屋出售咗咧，即係等於咧喺市場上排緊上公屋嘅人咧，又少咗一個機會。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對貧富懸殊啊，或者對一啲即係救急扶危啊，即係好明顯係一個負面作用嘅。咁但係董建華就提出咗85000啦。咁而咧同年咧就發生咗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啊。其實就喺董建華提出85000之前啊，泰國泰銖已經受到追擊啊嘛。東南亞經濟開始已經搖搖欲墜噶咯。但係好明顯佢係即係感應唔到呢一種嘅社會問題。咁啊韓國後來咧亦都係受到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嘅摧殘啦。咁所以呢個佢冇修改到喺85000嘅時候，直至到去2002年，黃子華棟篤笑嘅時候就係嘲笑啦，就話咧當時有啲人就問：喂，董生85000而家點啊？佢就話董建華話85000已經唔存在啦。佢又冇講到85000呢個政策係點樣喎，只係話85000已經唔存在啦。咁啊子華就話咧：喂，如果華盛頓啊，就係有人問佢。華盛頓棵櫻桃樹喺邊啊？咁華盛頓就同佢講棵櫻桃樹已經唔存在啦，佢就冇正面回答，即係話唔存在。當然啦，華盛頓砍櫻桃樹呢個係一個小說情節嚟嘅，但係我哋以前咧教科書咧都寫咗入去嘅就即係誤導咗我哋好多年嘅咁所以我哋一直以為真嘅。我讀小學嘅時期一直以為係華盛頓真係劈咗棵櫻桃樹，而即係佢後來主動承認咗，所以誠實就係好孩子啦。我小學嘅時候都以為係真嘅呢個故事，實際上就唔係咁樣嘅。實際上係一個美國嘅小說家咧創作出嚟一個情節嚟。咁無論如何咧，就係到底
董建華呢個85000係咪一個事實嚟嘅咧？一個建屋量啊嘅目標，又如何會摧毀樓市呢？嗱，咁啊，後來咧，梁振英或者係黃奕明，即係呢啲政策局局長啦，梁振英就係行政會議嘅召集人，都多次澄清話：喂，唔關董生事嘅，85000咧係彭定康負責嘅。咁啊，我睇翻彭定康嘅《香港日記》咧，似乎都揾到啲線索，就係咧佢意圖咧喺上任之初就係加大香港嘅房屋供應，但係結果咧係俾北京咧阻止咗。點解啊？因為咧呢個嘅彭定康係希望加大公屋同埋居屋咧嗰個建屋量嘅，但係北京認為咁樣咧係財政上不負責任嚇，因為咧你不斷起嘛，你而家回歸前啊不斷起啦，會唔會掏空晒香港嘅財政啊？好似玫瑰園計劃咁啊，所以北京咧一直係反對玫瑰園計劃嘅喎。玫瑰園計劃就包括起新機場啦。如果唔係即係呢個嘅當時啊兩任港督一意孤行啦。包括呢個嘅衛奕信爵士啊，同埋後來嘅彭定康，咁啊香港人可能而家仲要喺啟德搭緊飛機，我細個就喺啟德搭飛機噶啦咁所以就係驚呢個嘅彭定康掏空香港嘅庫房，所以咧中方咧係反對，而呢個嘅彭定康時代嘅85000咧係冇辦法實踐嘅，而彭定康嘅時期實踐85000咧，或者係執行85000，甚至乎係建構一個85000啦，就並非不合理喎。因為90年代香港嘅樓價係飛升嘅喎，嗰陣時咧就係排隊啦，就炒樓花咬住支汽水管啊，或者拎住個白手麥啊，就去炒樓花，炒排隊位啊，都可以炒幾萬蚊一個嗰個年代係幾瘋狂嘅。香港嘅樓市咧，即係喺90年代嘅時候就係瘋狂式爆炸式增長，咁所以彭定康提出係合理。而董建華嘅時期咧，因為已經發生咗亞洲金融風暴啦嘛，你作為一個特首，作為一個社會一個政府嘅領導，但係你係冇意識到咧個國際環境已經轉變咗，咁當然董建華亦都唔會了解啦，因為董建華佢做生意啊嘛，佢做航運生意啊嘛，佢靠父蔭係做航運生意，咁佢父親就成功啦，咁但係佢自己喺即係航運生意咧，東方海外喺佢執掌底下咧，都多次陷入咗破產危機啊嘛，所以咧其實董建華做生意都唔係成功嘅時期，佢喺嗰個時候佢就當然唔會意識到呢個嘅國際金融風暴嘅問題啦。而身邊嘅一啲嘅政策局局長以前喺港英時期，佢哋都係執行殖民地官員嘅指令，而殖民地官員就執行港督或者殖民地部嘅指令啊嘛，佢哋冇獨立嘅思考能力噶嘛，咁所以咧就冇馬上咧係修改咗呢個85000，其實應該一遇到問題你咪即刻修改佢咯，因為香港嘅樓價就喺97年底98年開始啦應聲下跌，咁你提出85000其實只係幾個月嘅時間啫嘛，你馬上修改咁就唔會好似後邊咁出現到咧4折賣樓，可能跌2-3成就算噶咯，咁4折賣樓咧就好明顯係85000咧就係加速咗整個樓價嘅崩壞，咁有啲窮嘅人、冇錢嘅人、冇樓嘅人就話樓價跌咪好咯，我成日聽人咁講嘛，最好樓價跌到喺個買到嘅水平。我話俾大家知喎，以歷史嘅經驗去睇咧，樓價跌咧就唔會跌到一個大家可以買得起嘅水平喎，因為樓價跌咧最實際嘅影響就係社會上本身已經可能有幾成人已經買咗樓噶啦，2-3成人、4-5成人買咗樓，樓價一跌，佢哋嘅消費力急速下降。當佢哋嘅消費力急速下降咧，啲生意咧喺街上面嘅生意又會執笠咯，一執笠失業率又會增加啦，咁所以咧信心就會下跌，整個社會信心下跌嘅時期咧，你就唔會買樓，即使樓跌到幾平，你都唔會買樓，因為你會擔心你聽日份工仲冇得做，除非你 full pay 啦，跌到一個可以完全個人都 full pay 嘅30萬咁冇可能噶嘛，係咪？因為建屋要有成本噶嘛，個成本點都要幾百萬噶嘛，所以跌到有幾百萬一層樓，你哋都唔會買嘅。所以有啲人就話最好樓價越跌越好，越跌越好，大家負擔到。只要有業主，而業主嘅物業下跌咗，佢哋就會減少消費嘅咯。呢個係定律嚟嘅，因為咧一個人嘅消費唔係純粹考慮佢而家嘅收入，而考慮佢嘅資產，佢將來賣咗可以咧有幾多錢套現。如果佢發覺賣咗佢冇錢套現嘅，咁佢點搞咧？係咪啊？咁佢就會減少消費咯，緊縮消費。所以咧，董建華提出一個85000咧，問題不大嘅本身。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冇馬上修正，而點解冇馬上修正啊？第一就係有個人嘅因素啦，係咪啊？就係佢個見識嘅問題。第二咧就係呢個亦都係統治者往往嘅問題啦，就係威權啊嘛。
你講咗一樣政策出嚟，你覺得收回係好冇面子嘅，會削弱咗你管治嘅威信嘅，所以咧佢就冇收回啦。去到最後佢都唔承認85000呢個政策已經破產，85000呢個政策已經修改，85000呢個政策已經廢除，佢只係講85000唔存在啦。佢只係咁講噶咯，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個威權嘅考慮咧，管治威信嘅考慮。咁好啦，孫明揚咧上台嘅時候咧就提出咗孫九招，孫九招係教科書式上嘅九招嚟啦。第一就係取消土地拍賣啊，同埋暫停勾地1年啊。香港咧由1841年啦，1842年先開埠啊，但係1841年咧，我哋查一查啲史料啦，就原來有第一次土地拍賣噶咯，喺澳門度拍賣啊，咁神奇嘅，點解咧？因為1841年咧英國政府攻佔咗香港之後，當時咧仲未簽訂咗呢個嘅南京條約㗎，所以咧呢個拍賣係非法無效嘅。喺5月1日咧喺香港憲報第1號顯出呢個嘅出售土地原則，然後同年咧6月14號喺澳門舉行，咁就係拍賣沿海50幅土地，當時咧有33幅土地係賣出嘅，因為當時咧呢個香港政府咧係臨時成立嘅。佢喺澳門度辦公嘅，所以咧佢係冇南京條約嘅 endorse， 係唔能夠咧係通過嘅。最後咧賣咗33幅土地嘅人咧係攞唔到呢啲土地。後來要1842年咧簽訂咗南京條約之後咧先能夠拍賣。咁所以有啲人咧唔明白英國人做事原則，英國人咧就要喺文獻上面去做事嘅。即係唔能夠權宜行事嘅，呢一個咧好明顯係權宜行事，但係俾後來即係英國嘅政府係推翻咗呢個嘅拍賣，好似有啲人話點解 BNO 唔平權啊？因為當年中英聯合聲明嘅呢個嘅附件就係講明咧 BNO 係唔可以擁有英國居留權喎，所以而家只有 BNO Visa 係用一種特別通道嘅方法 Visa 就唔可以平權嘅，即使中方就話呢個嘅聯合聲明咧已經係無效噶啦，成為咗歷史文件，但係英方都要遵守喎，因為咧中方講到呢個嘅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咧，佢就話呢個嘅公務員各方面唔可以有居英權，就講到呢個附件喎，所以英方咧係根據附件就係唔實行呢個 BNO 平權嘅，如果平權咧佢就會違反咗自己當年咧嗰個立法原則同埋呢個談判原則、簽約原則，所以其實呢個你要了解翻歷史文獻係點啊？咁孫明揚咧第一招咧就係即係取消咗土地拍賣制度啦，後來咧就而家最常見就係用入標嘅方法去賣土地啦，拍賣就好明顯啦，拍賣就係你一價我一價，就係咧會獲得利益最大化，就政府咧就會攞得最高嘅價錢啦，因為互相拍賣啊嘛，而入標就係你估下我估下，就根據我嘅成本同埋根據咧我哋可預期嘅回報，所以咧樓價就冇咁高嘅，理論上入標拍賣就樓價應該會高啲，咁所以咧佢就取消咗土地拍賣制度啦，暫停勾地1年，呢個原理係咩咧？就係暫停即係減少供應咯，嗰一年咧唔搞呢個土地拍賣啦，咁停止勾地，咁減少咗供應，就希望市場回復翻信心啦，暫停兩鐵房屋嘅投標計劃，因為兩鐵咧即係當時仲未合併啦，兩鐵就係地鐵同埋九鐵，就係上蓋有好多物業噶嘛，嗰啲物業係最值錢噶嘛，我以前香港都住嗰啲物業噶，咁嗰啲物業咧下邊有商場好方便啊，咁佢暫時投標咯，暫時投標咪即係等於又係壓縮咗嗰個供應咯。第三就係未來嘅公屋咧由需求主導啦，平均等候不越3年，就係用需求主導。好明顯呢個後來而家做唔到啦，即係有幾多人申請就起幾多，簡單嚟講就係每人咧平均等3年，但係實際上都唔得嘅呢個即時結束居屋計劃，暫停居屋啦，唔再起唔再賣居屋住，為低收入嘅家庭咧同埋公屋嘅居民提供新嘅免息貸款，俾翻佢哋去借錢啦，即時咧結束混合發展、私人參與同房協嘅自治居所計劃。一啲嘅自治居所咁等等都停止，又係減少供應啦，一定要講晒。檢討租客與業主嘅條例，放寬業主嘅收樓權，可以俾業主收翻啲樓容易啲。取消內部認購啦，取消1個單位限同埋2個車位限制，咁令到啲人咧鼓勵多啲人咧有誘因去買樓。簡單嚟講咧就係壓縮咗嗰個供應，同埋咧令到啲業主咧可以有更多嘅特權。咁呢個就係佢個政策。咁但係呢個咧03年嘅時候就遇到沙士啦，香港樓價再應聲插水，淘大跌到幾十萬一個單位，跌到好似80年代咁嘅價錢，咁一夜回到20年前。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就係同呢個孫九招係冇關係嘅，孫九招係冇辦法抑制到大環境嘅發展。咁但係咧2004年同05年之後咧，
就係成個社會轉變咗，就係因為有自由行啦，多咗好多大陸客啦、雙非啦各方面嘅人口增加啦、急劇嘅發展，香港就係 CEPA 嘅簽訂，咁所以咧香港嘅樓價亦都喺嗰個時候開始上升，咁所以你無論搞咩政策咧，你都係敵唔過大時代喎，大時代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董建華又係，董建華搞呢個大政策敵唔過大時代，就亞洲金融風暴，但係佢冇即時咧冇即時係取消喎，而係隔咗幾年就話唔存在，咁結果令到樓價咧繼續急跌。咁啊，孫九招咧提出咗呢個，佢冇辦法抑制到樓價。咁但係咧，因為大環境嘅轉變，樓價後來急升，而佢呢幾招咧就係導致到後來咧有個好長時間講地產霸權啊，嗰個俾人詬病，就係地產霸權就係嚟自孫明揚啲孫九招，因為你暫停咗居屋，後來居屋恢復翻發售啦，但係你暫停咗好幾年喎。當你暫停咗好幾年嘅時期，咁出邊嘅樓價咪升得好犀利咯。而一啲小業主想上車買樓，住公屋想搬去居屋嘅人呢，亦都減少咗選擇。咁所以呢，又導致樓價越嚟越貴咯，逼佢哋出去租樓或者買樓啦。咁啊就係即係攣緊咗呢個居屋同埋所謂嘅混合性房屋嗰個情況而呢個嘅取消土地拍賣同埋暫停勾地表，減少咗供應啦，亦都導致後來嘅地產霸權啦嘅興起，而地產霸權啦又導致到喺2010年以後咧，社會怨氣極深咯所謂左翼嘅興起本土派嘅興起，亦都係呢個時候發展咗出嚟所以每一個政策咧就會有極大嘅影響啦。最關鍵就係咩？你要順應個時勢，應取消時就取消。明君咧聖主就係咧，佢識得要捨棄唔係咧為咗顧全自己嘅面子繼續堅持落去。咁呢個就係管治之道啊嘛。咁所以從孫明揚孫公呢9招睇到香港回歸以後嘅經濟發展咧其實就係一個鏡子嚟嘅咁我哋要知道幾時要學識放棄，幾時要學識咧呢個順應嘅時勢，先至能夠咧即係如魚得水嘅。所以治大國如攀小仙，其實就係咁解啦。咁anyway 咧，即係孫公佢最後呢幾年咧，就好似都病痛纏身所以都係即係令人惋惜嘅。雖然話享年80歲，但係我睇佢後來10年到啦，最後呢最晚10年都好多病痛，所以我哋都要保重身體。今日講到呢度，拜拜。